觉醒超神系统。哈哈哈哈哈！刚满80岁，正是打拼的好年纪啊！一千表述进阶千面消亡诀，以系数进阶无相诀系数，垃圾小青年进阶万界风流。我这江离穿越到修仙世界一个80多岁老人身上，不仅寿命只剩下3个月，更过分的是，竟有妖女缠我的身子。小师姐，老朽已是风烛残年，气血衰败，双修万万不能啊！您又何必为难我一个半解入土的老头子？百年童子身，元阳未现，难得的大补之物。老是老了点儿，不过长得还行，也能接受。筑基这道大关，整整卡了我半年有余，只能破了这完璧之身，绝不能让陈江那个贱人先我一步。师姐，使不得，老夫80了呀！孽畜，你这把年纪了，还好意思叫我师姐？实不相瞒，老夫怕是撑不过3个月了。哼，没出息的东西，跟本姑娘双修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喏，这是1品延寿丹，可延你3年阳寿。3日之后，我将冰清玉床借来，你再服用此药。若是赶逃，是何下场，你应该清楚的很。这就是修仙界，像我这般残役弟子，甚至都算不上路边一条。没有风华雪月，只有弱肉强食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先吃了这延寿丹再说。贱人，这是春药。前座大贺主濒临死亡，将全新换系统接获成功。本系统为双修补充系统，每次双修可获得不同数值的龙阳值，龙阳值可用于增补一属性。系统有救了！系统服药善修分料也化进风起，需立即前往潭池救治濒死女修士，完成后奖励10点寿元。啊！我救人？算了，逼到这里了。要亡我妙玉宗吗？是谁？胆敢闯入我月华峰禁地？前辈，晚辈是来救您的。前辈，要不您先躺下。想不到我堂堂妙玉宗副宗主，死前竟要受此羞辱，被一个老头……不行，哪怕拼尽最后一口精气。臭杯，系统刚来就结束了吗？其实我的嘴巴漂亮，系统可选择修改自身条根，无限龙阳值，限时80秒。修改！修改成功，获得本修行界10大圣体之一。我去，不光是突破了，我竟然还变年轻了！这系统果真变态！孽畜，你是想死吗？不对，他怎么变年轻了许多？容貌也有些俊朗了。前辈，我说了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前辈，得罪了。想不到我安澜英明一世，竟然落得如此下场。魔气在被这孽畜吸收。不好，龙阳圣体吞噬的这股魔气，快让我炸开了！过来，继续。啊！前辈，晚辈修为浅薄，能吸收的魔气已达极限，想要斩出魔气，就只能什么？以双修之法调和。
我安澜自幼便是天骄，修行至高心法，怎么能？我想活下去，哪怕你会。未曾休息。可笑我安澜100年修行，凭青玉洁之身，竟要毁在一个老头身上。可若不如此，怕是要魂飞魄散。你别动，我来。炼气6重天，不愧是能量圣体。想不到多年大关，竟然此刻突破。你比敌人大修少来着升级，奖励青老牙石10名生人。这感觉爽！恭喜前辈突破，嘿嘿。这年轻的体魄，你究竟是谁？杂役风，一名普通杂役。一个杂役能化解连元婴境都束手无策的魔气，甚至还能助本座突破桎梏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前辈，大可去杂役峰查证，晚辈确实只是一介杂役。这老娘们儿莫不是想过河拆桥？这老头即使与我双修过后，也不过炼气6重天，实打实的废物。难不成真是我多心了？滚吧，本座不想再见到你。这娘们并非滥杀无辜之辈，那不如前辈且慢，晚辈有个不情之请。能否将那双修秘典赐予弟子，再赐一件护身法器？好大的胃口！我操，杀人灭口！这一点点断子绝孙。定元符筑基以下可定身10个时辰，足够你逃命了。至于筑基以上，根本不屑与你这种蝼蚁计较。3个呼吸内消失。死腿断跑了！这娘们翻脸比翻书还快。若敢泄露7日之事，元婴！我去，这才1天呢！怎么是他？哎，孽畜！我看你怎么年轻了不少啊？是驻元丹了不成？孽畜皮囊倒挺美，去给后山300亩灵田浇水，浇少1颗，我掰断你1根骨头！小的明白，小的这就去。老小子，懂事就好。老伙计们，该你们派上用场了。在妙玉宗攒了10几年才这点，底层修士苦啊，每个月才1颗下品灵石。刘长河这货也是真心黑。好，哎呀，居然有人买隐稀诀！咱们杂役峰连个炼气5重天的都没有，还有隐藏实力啊！嘘，小点声，人家说不定是要偷看女弟子洗澡的。孽障，看什么看？你80年河东，80年河西，莫欺老年穷。你说大胆！我操！秦6重天怎么会出现在杂役峰上？5重天就可以申请成为外门弟子了。真狼，怕是还没混进去就被人仙当妖怪打了。易容术就这屁大点时间，连撒泡尿都不够。4品秘术，即便放眼整个妙玉宗，都属于稀世珍宝啊！好在有系统在手，打破筑基，再多100年寿元，轻轻松松。先试试这千面修罗诀再说。像，太像！两位师兄，呀，刘师弟，你不是刚回去吗？怎么又来了？闲着也是闲着吧，来给灵田浇浇水。刘师弟，你没发烧吧？居然亲自来灌溉灵田？
还不是我那爷爷，老头子非让我干。好险！下次行动前一定得研究好才行。王师兄，这还是咱认识的那个柳胖子。管他呢，只要不糟蹋灵草，他爱干啥干啥。来，喝。200年药龄的青阳草，300年结果的育儿小树，发了！今夜就要用刘长河的身份将这里洗劫一空。哼哼，至于宗门报复，可就不关我的事了。今夜过后，远走高飞。凤灵国这么大，哪里不都是我发光发热的地方？我霍林那个贱人，掌谁双修，掌谁双修！龙血参，一旦成丹，不光增长气力，还可以增强气血，延缓衰老。放在整个修仙界都极其少见，价格更是望尘莫及。我起！哎呦！不好，有阵法！刘长河，你疯了！敢脱龙血参，你不要命了？哼哼，这阵法怕是不敢轻易落下，毕竟灵草可是要比我命值钱的多。刘长河，别把老子白玉草给踩烂了！不好，快，再快点！该死！山门守卫听令！山门守卫听令！立刻封锁所有下山通道！我捉刘长河！我捉刘长河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希望长老给我们2个痛快吧，我可不想被活活剥皮。散！这样子舒服多了。不对吧？我怎么看到刘管事变成了江离那孽畜？别气，今天山门口怎么这么多人？刘长河这死胖子真是疯了！估计他爷爷这次要被活活气死呢。堂堂外门长老的孙子，监守自盗。听说王师兄和张师兄给他堵住了，咱们赶紧过去看看怎么个事儿。这还是我认识的妙玉宗吗？消息竟然传得如此之快。基础，如今我有龙阳圣体，万加6重天修为，若是我强闯，不行，都是筑基后期，若再不走，怕是要被留下来了。小觑了妙玉宗。你们抓错人了，和我有啥子关系？刘师弟，只要你把灵草交出来，我相信宗门会对你从轻发落的。交！我交个锤子！老子连灵天边都没挨着。刘长老，爷爷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爷爷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把他带走，严加审问。你们2个跟我去执法堂，把事情给我原原本本的说清楚。是。没想到妙玉宗反应如此之快，山门被封闭，时间久了难免走漏风声。没有灵土培养，10日之后灵药怕是都要沦为废草。如果卖不出去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不，难不成要再去一趟月华峰？不行，那娘们说过，再见到我就要我的老命。怎么办？难不成要将希望寄托在霍林那小丫头片子身上？不可能，那小丫头心狠手辣，怎么可能会帮我？千灵草，传闻中的稀世毒草，有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检测到可修改选项，修改，不愧是稀世毒药，光是接触都觉得脊背发凉，真是可惜了这好东西。若是炼丹师来，说不定能炼出10几枚出来。霍灵啊，嘿，外门封闭的这么紧，那小丫头不会进不来吧？这3日已经经过不知道多少轮排查了，若是再不来，只能当做废草处理了。很好，孽畜，我还以为你跑了呢。不对，
我怎么看你年轻了许多啊？似乎还别有一番帅气。难不成你背着我吃什么东西了？不过这副样子倒确实令我有些欢喜。小师姐，您说笑了。不过我听说杂役峰山门被封锁了，您是怎么进来的？内门弟子令牌在此，外门弟子也敢拦我？吼，不愧是内门弟子，哪怕是一块令牌，品阶都如此非凡。小师姐，恕老夫冒犯，您不是外门弟子吧？怎么会有内门令牌？本姑娘就不能有几个内门朋友？孽畜少在这里拖延时间，你跑不掉的。哼，起！这丫头的背景绝对不简单，不然一个外门弟子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资源和面子？孽畜，我给你的那枚延寿丹，没有偷吃吧？孽畜，问你话呢。没吃。再给你一颗，2颗同服，效果更好。小师妹，老夫用不着这玩意儿。这不对吧？不是个100岁老头吗？他这个样子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！炼气7重天，还是小看了这传阳圣体，想不到竟如此惊人。不准获得800纯阳值。想不到连系统都卡严。今日最后一个内门弟子名额，定是我囊中之物。哼，小贱人陈娇，这一次老娘定将你不得好死！等下，不对，这孽畜怎么练级7重天了？而且是哪里老了？小师姐，怎么了？孽畜，你竟敢隐藏禁忌耍我！我堂堂天之娇女，竟然被……一定得给这孽畜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！这是千绝草，孽畜，你找死！别再运气了，否则毒气攻心，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下此毒手？哈哈哈，无怨无仇？那这枚假的延寿丹，小师姐作何解释呢？用这虎狼之药来坑害老夫，你是想活活把我榨干吗？你到底想怎样？很简单，带我离开妙玉宗。不可能，现在妙玉宗戒严，所有下山的路都有筑基长老把守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那就得小师姐您想办法了。等过几日，流长河的事情调查完，封锁解除，我再……行，今晚必须离开。好，我带你离开，但你必须立刻给我解药。早这么配合不就好了？孽畜，你已经没用了。哼，这小丫头果然心狠手辣。不过，哦，是吗？不过我忘记告诉你了，刚才你服下的只是1/3的解药。你说什么？把剩下的解药给我，不然……老夫烂命一条，要杀便杀，只可怜小师姐。放心，刚才给你的解药已经足够你1个月平安。等安全离开杂役峰，我自会将完整解药奉上。希望你说话算话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不过你要先把门口2个傀儡毁了，免得偷袭老夫。哼，害怕我一个小姑娘？
你也不是什么有种的男人。走吧。孽畜，你在杂役峰待了这么多年，连个储物袋都混不上。喏，这个给你。储物袋？哼，小师姐，虽说咱们之间有点误会，但是这个储物袋的恩情，老夫记下来。区一个储物袋而已，至于吗？这孽畜着实奇怪，明明炼气7重的修为，却非要在杂役峰当孙子，说穷困潦倒吧，手里还有千灵草这等毒物。对了，孽畜，我很好奇你究竟是怎么给我下的毒。小师姐，自然是嘴对嘴呀，你当时可能太投入了，没有注意。那你怎么会没事啊？老夫这具神体，百毒不侵。神体100多岁才炼气7重天，放在外门都是垫底的存在。这就是你的神体？既然说了不信，那就没办法喽。你在这等着。站住！What？ 妈的，这孽畜走的什么狗屎运啊！什么情况？算了，能出去就好。小师姐是怎么说服他们的？还能怎么说啊？威胁加利诱呗。就说收你做炉鼎，本姑娘上面有人。炉鼎？不过为了堵住他们的嘴，本姑娘可是花了大把灵石。哈哈哈！老子终于自由了！那游遍风云国4大域，要拜入明盟正派。怎么？你笑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吧？风云国3大域的宗门已经联手，把整个北域围得水泄不通，说要整合力量，20年内铲除北域魔教呢。很抱歉的说，你怕是走不出北域了。什么？再说了，就凭你在杂役峰待了这么多年，身上早就打上了魔道的烙印，那些自诩正道的伪君子们会留你这种人？唉，杂役峰消息实在太闭塞了，我怎么不问问？还是太心急了。怎么没想到吧？不过嘛，本姑娘倒是可以给你指条明路。2个月后就是妙玉宗3年1度的外门弟子招生，你可以去试试。啊，这倒是个不错的出路。好了，我已经兑现承诺，带你离开杂役峰。现在该把剩下的解药给我了。不急，剩下的解药每隔1个月我会给你一片。你想反悔？小师姐，你急什么？你不是想让我加入外门吗？我又不跑。你这孽畜，言而无信！只要你接下来好好配合，2个月内保管你身上的毒全清，到那时，你我两不相欠。你要做什么？带我去妙玉宗的坊室，帮我出售一些灵草。就你一个穷酸老杂役，衣服都没有一身，你有什么好灵草啊？3、5年的杂草？自己看。他一个孽畜能有什么？哇，龙血参、白玉草、寒霜枝。你，莫非杂役峰的灵草是你偷的？我要说是我捡的，你相信吗？我还是看清这孽畜了，孽畜远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危险。偷灵草，嫁祸刘长河，给我下毒，再加上在杂役峰隐姓埋名数10载，不行，等拿到解药后，一定要离这孽畜远点儿。鬼知道什么时候给我卖了，还要帮他数钱呢。妙宇中的方式设在天虎城内，距离此地约800里。800里，这么远？你懂什么？
天虎城可是北域最大的交易中心，汇聚了各大魔宗的方式，那里的拍卖会黑市应有尽有。理应如此，可以我现在的修为，800里路程走下来，怕是有些疲惫。哦，对了，忘记一件事，在去天虎城之前，你得先等我把冰清玉床还回去再说。小师姐，等等我！这就是祁连峰，不愧是妙玉宗的主峰。想我从前毕生梦想，就是在有生之年望一眼祁连峰。如今，好你个霍灵，让老头子我等了那么久。不好意思啊，怕累了睡着了。老子活了100多岁，难道看不出你这小丫头片子是故意的吗？罢了罢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我们还是赶快上路吧。这是银豹傀儡？怎么，你难道想让本姑娘陪你徒步800里？你要是愿意走着去，本姑娘也不反对。那个，我抓哪边呀？我靠，君子也发！哼，孽畜，坐稳了，可别掉下去了。等下进城记得跟紧点，别走丢了。这就是天虎城？杂役峰蜗居100年，何曾见过这般繁华景象？金丹修士，瞧你那没出息的样，在杂役峰待久了，连这点世面都没见过。哈哈，老夫失态了，实在是第一次亲眼看见金丹修士风采。哈，那种风采应该算不得吧？奇怪，怎么这么多人选择黑市？但凡有些宗门背景的修士，都会选择去3大魔宗的方式。虽然价格昂贵，但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黑市鱼龙混杂，淘到假货赝品的概率确实比淘到便宜货的概率高得多。哒哒哒哒哒。等等，咱们要去妙玉宗的方式，这不对吧？你傻呀？来方士不需要住宿吗？不需要吃喝吗？难不成你想露宿街头？那我的灵草……我不是傻子，你的那些宝贝自然是要去合欢宗或者天魔宗的方式出手。最普通的标签一反20颗灵石。What？ 这跟抢有什么区别？在杂役峰不吃不喝2年，也就住一晚最差的房间。那啊，原来是本宗弟子，价格3折，一晚上只需要6颗灵石。饭菜给你备好了，送到房间。明日一早我来找你。但愿明日一切顺利，灵草的事情不能再拖了。真是增强气血的绝佳药材啊！这等宝贝卖了实在可惜，不如试试将其修改成更高等级。这不正是我目前最急需的东西吗？修改！古籍记载，上古龙血根早已绝迹，想不到居然这样落到我手中。我去，不好，不能浪费。这股热流，痛，感觉5脏6腑都要被火焰吞噬的感觉。这吞下去的是岩浆吗？完了，还是大意了。上古血龙根所蕴含的能量，根本不是我这个境界能够承受的。我没死。这是从我身体内排出来的天然杂质，脏6腑都出现了变化，金光淡淡，
心动如擂鼓，不愧是上古血龙根。3000斤，这已经达到筑基修士的水准。这简直是脱胎换骨！上古龙血根的精华根本不在表面，而是在里面的龙血。如此大补之物，自然要给我自己慢慢享用。只是可惜，纯阳之又见底了。这小丫头是我唯一的纯阳之来源，绝不能放过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请进。神呢？抱歉，打扰了，我走错房间了。弟子18号房，昨天我给江离安排的房间不能错呀。奇怪，难不成孽畜连夜退房跑路了？不可能，那孽畜人生地不熟的，除了依靠我，还能去哪儿？这人剑眉星目，一袭青衫，长得还怪帅的啊！看来应该是认错人了。也不知道那孽畜跑到哪里去了。小师姐，你跑什么呢？你是像，实在太像，可怎么，小师姐不认识老夫了？你这孽畜，这孽畜变得还怪帅的，这眼睛，这肌肉，这该死，我都在想些什么？啊，我就是吃了2颗龙血参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龙血参能有这么大的功效？信不信随你喽。这股清香，记忆中这孽畜不是一身死味儿，什么时候如此醉人了？你来喊我，不是要带我去出售灵草吗？对，卖灵草。这小丫头贴得这么近，看来颜值确实很重要啊。易容术，拿着，即便是在天魔总方室出售灵草，也得小心行事。这个我不需要，不过我可以留着。小师姐，我变得像不像？还可以吧？你施展的是什么秘术？就是普普通通的易容术而已啦。哼，你这孽畜藏得太深，不说就算了。记住，这里是天魔宗的地盘，待会儿别乱说话。你知道这些灵草的具体行情吗？这么多年，你真是白在杂役峰混了。东西给我吧，我来交涉。孽畜心脏的很，有储物袋不用，非要随身带着，难道是怕我图他那点家当不成？掌柜的，出售灵草。两位，这边请。我靠，这天魔宗果然够邪门的。王洪长老，有人售卖灵草，还请您来鉴别定价。拿来吧。前辈有劳了。前辈有劳了。这人怕是筑基以上强者，再加上这邪门手段，有些年头了。不俗，不俗。青阳草自猴花都有200年药龄了。竟然还有霓裳草，这不是妙玉宗独有的产物吗？你们是妙玉宗的人？这老东西眼力过人，仅仅1株药就能判定宗门，幸好提前做了伪装。前辈，在这天灵阁交易，还要自报家门呢。你们不用紧张，老夫也只是随口问问而已。龙阳草200，霓裳草320，这小荷花药龄太小，只能算作40灵石，一共3200颗下品灵石，两位可有异议？小师姐，怎么样？跟我预想的差不太多。前辈，3500如何？小姑娘，咱们天灵阁向来一口价，你要是觉得老夫价格低了，不妨去其他的方式看看。若有价格超过我的，老夫白送你1000灵石。出了。好小子，爽快！
这里是点好的3200灵石，你看一看。哇，想不到我江里也有今天。好了，你嘱咐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，我该回祁连峰了。小师姐，这次多谢了，这点心意还望笑纳。江离，你看我像是缺钱的人吗？我不求别的，你只需要按时把解药给我就好。小师姐放心，在外门弟子招生前，我会一直在醉仙楼等你。小师姐放心，在外门弟子招生前，我会一直在醉仙楼等你。对了，小师姐，下次见面能否继续双修？下次再说。三儿啊，委屈你了。你跟爷爷说，在杂役峰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？没有，爷爷，孙儿不甘心呐，不甘心。长河，你杂役峰执事的职位已经被撤销了。啊！此事算是给你长个记性。不过，我刘家的人岂能吃这么大的亏？赤子令牌可随意进入杂役峰。爷爷给你3天时间，务必揪出那个害你的杂碎。这一次，你表哥刘烨会协助你。对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到底谁干的？自己站出来！都不承认是吧？既然如此，那老子就一个一个的废了你们的修为。刘管事，我知道是谁，我知道，是江离。江离？你们不是说去给霍灵那娘们儿去做炉鼎去了？给老子说清楚！刘管事，说那天晚上，我好像看到江离从林田方向回来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为什么不提前和老子说？敢和老子作对！方二怎么处理，都清楚吧？这部功法形同鸡肋，如今传样只有泰迪啊，或许可以去黑市碰一碰运气。江少侠，您朋友来看您了。人呢？小人不知啊。长河，让他滚吧。人是从窗户跳下去的，那孽畜没见过世面，可能去黑市。你我只需在此等待便是。霍灵，你宁可给一个孽畜都不给我，该死的！小伙子，这可是当年老夫……别理他呢，我这本看见没有？地劫秘籍，买3本送1本。我这法宝啊，千里之外。能让这么多筑基修士围观，看来东西来头不小啊。300灵石，我要了！我出320。小家子气，400。人间商品，确实是好宝贝。要不检测到天劫功法波动，正在锁定目标。天阶功法，那可是传说中才有的存在，竟然会出现在这里。已成功找到目标，是否锁定？锁定将消耗100重阳值。锁定，得赶快跟上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要不是系统，我确实不敢相信这样的小摊里竟然还能有真货，更何况是天阶功法。忍住，忍住，这种地方接不得。都是妙玉宗的人，而且看起来两人的关系很不一般。宋哥哥，我想要这个。这个最低多少灵石？1000。1000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买不起就滚！孽畜，敢骂我宋哥哥，你信不信？娇儿，算了。怨气9重天，霍灵说的那个死对头。等回去了，娇娇一定好好伺候宋哥哥。霍灵这丫头倒确实没说错，这陈娇果真放浪形骸。买东西的话，尽量不要在老夫摊位前驻留，以免影响老夫呼吸新鲜空气。老板，麻烦把你手边那张兽皮拿来看看。炼气7重，长得倒是有些人模狗样啊！哎，真是水浅王八多，遍地是大哥，这老头绝不简单。天阶功法就这么被毁了？
还花了我100纯阳值，这东西狗都不要，好吧？小子，此乃北境第一宗天魔宗，3000年前开山祖师所遗功法，名为超然天罗功。只是可惜开山祖师惨遭暗算，不惜代价将功法摧毁。小伙子，只需1000，这本超然天罗功你的了。就这毁的亲妈都不认识的功法，能给10颗灵石，都是老子大的，还1000，做梦！小伙子，你要是有兴趣，我20灵石卖你个踏板。我这儿有3张踏板，打包50灵石。宿主可将其修改为完整版，仅限原件有效。经检验，此本为原始版本，建议收藏。1000灵石确实贵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1000灵石我要了。这就花了1000，这小子有点意思。日后复原了天阶功法，修行必将事半功倍。可惜了纯阳值不满，只能等着下次与霍林那丫头见面了。这不是前辈，恭喜了！恭喜什么？我们认识吗？方才前辈在黑市竞拍8臂拳时，晚辈曾瞻仰前辈风采，自然是恭喜前辈成功拍下8臂拳。嗨，洒水啦！果然如我所料，前辈，晚辈出100灵石，求购一部8臂拳的手抄本如何？老子整整花了600灵石出去，你110灵石就想买踏板？去，少来烦老子！300，晚辈出1半的价格。你确定？奇怪，按理灯油应该早灭了才对，总感觉有些不对。江公子，今天有2个您同门的师兄弟来找您，气势汹汹的，正在屋等着呢。多谢。专门来找我的，妙玉宗的人，除了霍林，还能有谁？老子实在不甘！刘长河，这死胖子竟然被放出来了！鬼鬼祟祟什么人？阁下找谁？没想到这死胖子竟然能请动这样的高手。我表哥问你话呢，哑巴了！安静点。抱歉两位，我可能走错房间了。我虽有变化，可到底骨相未脱。看来刘长河从未激过我，如此也好。你有新的任务订单啦！看来你们2个不死不行呢。2位可是要找江离？江离在哪儿？快告诉我！长河，快松手！兄弟见谅，不知您与那孽畜什么关系？那孽畜偷了我不少灵石，如今正被我绑在城外一棵槐树上，等着喂狗呢。道兄可否行个方便，带我2位去找一下那孽畜？道兄，这200灵石全当辛苦费了。自然，2位可要跟住我。等抓住那老杂役，老子一定要活剥了他的皮！长河，别高兴太早，我总觉得事有蹊跷。那江离会变换，既然他能变成你，自然也能。表哥，你说他是？表哥，你太谨慎了点儿。那霍一榕树确实不错，可不过是炼气3重天的废物。这位道兄已经炼气7重天修为，这修为难不成也能伪造？2位跟我来，那家伙就被我绑在这片野林里了。糟了！让这孽畜跑了。道兄，会不会记错了位置？不可能，我特意戳瞎了那孽畜的眼睛，废了手脚，他自己走不可能。除非什么？快说！要是这孽畜被野狼叼走，可就麻烦。得找到那孽畜，不然老子这辈子洗不清冤屈了。别慌，就算是野狼，也总要有个位置。不如我们分头行动。孽畜，老子来了！总觉得哪里不对。算了，不过是炼气3重的孽畜而已。江离，老子找到你的第一件事就要扒了你的皮，你等着！谁？是我，我那片区域搜完了，没有那孽畜的踪影，就说来帮帮你。妈的，小看这家伙了，看来不光是要有境界，战斗经验同样重要。
跟我来。长河兄，快看，是江离！江离，江离在，江离在这儿啊！啊！你，江离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练气7重天？你，刘长河，江某自曝身份，也算仁至义尽，让你死个明白。啊！等你表哥来给你收尸吧，600多颗灵石，还有这么多的爆炸石，倒是为我准备了些道具。表弟，表弟，长河！可恶，一定要将你抓出来，抽筋扒皮！啊！点绝斩！人呢？在找什么？道兄，你怎么装傻？刚偷袭完我就不认账了？弟弟是你刚才杀死的，对吧？江离。哼，没错，就是我。孽畜，我废了你的修为，把你带回妙玉宗，也好给刘元长老一个交代。废我？你有那个实力吗？呀！想不到差距竟然如此之大。呵呵，就你这3脚猫功夫，也敢口出狂言，死吧！急什么急呢？必须得改变策略。找死！哎，先尽力！哇！死吧！长蛇术！孽畜，跟我斗，你还是太嫩了点。我要慢慢让你品尝死亡的滋味，一点儿一点儿。去！你！定元符，月华峰上的符箓，你怎么会有？哇！家里，求求你，不要杀我！我愿意拿我的全部家当换我的性命。这倒是个不错的提议。不过杀了你，你的东西不照样也是我的吗？多谢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发放。青钢剑，人阶上品的法宝，果然非同凡响。妈的，穷酸的很，都不如刘长河的。先决斩，人阶上品的原本武技，他怎么会有？想不到这本册子竟是靠着背叛下黑手得来，倒是便宜我了。时候不早了，给2位火葬吧。2位早点投胎。对，有东西。孙儿，长河！该死的，怎么在这坏事了？是你杀了他们！你是杂役封上的那个老杂役啊！果然是你！你孙儿和刘烨完全是咎由自取，怪不得我。老夫即日起要前往天魔宗修行，告辞了，拜拜喽。慢着！可恶，灵体状态限制太多，我认定要将他捉回宗去。江离老杂役，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老夫也要杀了你，为我孙儿报仇雪恨！雪恨！对不住了，天魔宗。江公子，知晓我身份的人都很危险，这200颗灵石你收下，离开天虎城，离开北域，越远越好。江公子，小的名叫杨康，江湖再见。系统，修改超然天罗宫完整版。真是天助我也！这是天阶中品，修炼至元婴大圆满，整个北域明面上的元婴修士都不超过2人，不愧是绝世功法，光是第1重就如此玄妙。想不到仅仅3天时间就修炼到了炼气8重天。若是这一次再对上刘烨，3招之内我必杀了这人。按照如今的速度，
最多大半年就能突破炼气9重天。若有女伴，另当别论。是时候去见火灵了。妙玉宗的执法队，站住！进去吧。霍灵这丫头倒是机灵。抱歉，这里有人了。这位道友，莫非是在等江离？你是谁？这股熟悉感，是你！嘘，出去再说。你是变态吧？你又突破了炼气8重天。我这点境界在小师姐面前完全不够看啊！哼，你倒是谦虚。这小丫头片子这么快就出击了，看来上次双修，她也是受益匪浅。江离，刘长河和刘烨的死真的跟你有关？哼！哎，你该不会真的把刘长河和刘烨给杀了吧？你这家伙，刘长河那个死胖子，终日沉湎酒色，不过是个废物。但刘烨可是实打实的炼气9重天的高手，即使在外门弟子中也是佼佼者。没想到竟然就这么折在了江离手里。刘渊有没有找过你的麻烦？刘长老确实找过我，不过我现在是内门弟子，他也不敢太过分。听人说他好像要去天魔宗。老家伙，想不到吧？爷爷我杀了个回马枪。霍灵，帮我一件事。我要加入妙玉宗外门，首先要找个外人查不出漏洞的身份才行。怎么一想到这货加入妙玉宗，心里就这么激动？不行啊，该死的！你直接改个名字不就好了吗？江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这是原则。更何况有一层身份在，总归保险一些。切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说吧，你想要个什么身份？散修、佣兵队？佣兵队再好不过。我想想，有了！2个月前，天虎城外野狼佣兵团全军覆灭，你可以自称是唯一的幸存者。佣兵队本来就鱼龙混杂，像你这样的修为完全属于正常现象。当然，最关键的还是死无对证。那就有劳小师姐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小事而已。小师姐，这是第2份解药。最后一份解药的话，我知道，等你加入内门嘛，满打满算也就20多天。我不，最后一份解药是与我双修时我再给你。江离，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我们都是江湖儿女，这种事情……小师姐，肉欲只是表象，你我追求的永远都是长生之道。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，想要在修真界出人头地，就要抓住各种机缘。小师姐，我便是你的机缘，当然，你也是我的机缘。江离说的好像有些道理。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你脸皮这么厚？这货修行的这么快，肯定身上有什么其他秘密瞒着我。小师姐，你现在的年纪是修行中最好的黄金年龄，不好好把握，只会徒消时光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必须把最后一份解药给我。可以，我答应你。行了。在这边，快追！外面有动静。动静大着呢，3大宗联手封锁宝物，金丹修士纷纷下城，绝对是稀世珍宝。江离，我要回宗了。这次妙玉宗招收500外门弟子，内门都要参与筹备。佣兵队的资料我会让清鹤傀儡给你传信。
炼气9重天，这双修之法以及龙阳圣体，果然非同寻常。这次外门考核，该我大展拳脚了。青鹤传书，看来是霍林那丫头有发现了。名字、修为跟奖一应俱全，霍林办事果然靠谱。从今往后，我江离义不再是任人欺凌的杂役。哇，这祁连峰好大个阵仗，不愧是大宗手笔。啊，这位道友，可知招生的具体时辰？明日午时正式开始。听说这次连2位副宗主都会亲临，还有10几位长老坐镇考核。安澜会来吗？罢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抓紧时间修炼才是王道。妙玉宗外门弟子入门考核即将开始。第1关测骨龄，凡骨龄年岁过大，我们不会收取。幸好吸收了血龙根号，身体脱胎换骨。第2关测试资质，与现有境界无关，只测试灵根质量。你过来照看着。是，长老。没反应。不能啊，要不运转下灵力试试？这怎么回事？报告长老，天赋碑突然发生了故障。天赋碑会发生故障？小子，你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前辈，晚辈只不过是按照记录员的方法，可能我力使大了。怕是石碑年久失修，使用寿命到了而已。继续测试。好了，测试吧。真是见鬼了！本想着低调混进去，这下可好，成全场瞩目了。停下！啊！又爆炸了！这小子是自爆体质了，已经搬了2块石碑了，怕不是来报复社会的。啊！小辈，你是哪里来的细作，敢来我妙玉宗捣乱？前辈，误会啊，晚辈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紫色灵力，这老东西在试探我。阳气巅峰，这高于别人几10倍的阳气，怪不得石碑乃是极寒之物，寒冰与烈火不炸才怪。安澜，想不到他真的来了。安副宗主太美了！天哪，我这辈子值了！他的阳气的确远超寻常弟子。敢问宗主，他的阳气是常人的多少倍？3倍呀，确实算作可造之材。30倍，甚至可能更高。30倍！专修纯阳功法的修士，穷尽一生，可能也只超出3、5倍而已。啊！这简直就是怪物！老小记得天武大陆10大神体中有一个以阳气著称的体质，莫非是传说中的龙阳圣体？这老家伙也有点太毒辣了吧！10大神体随便其一都能让天武大陆震动，这等绝世妖孽怎么可能出现在此？此子虽然惊人，但比之龙阳圣体还相差甚远。我就默默看着你装，也不告诉你，若知道是真的，会是什么表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来自何处？散修还是其他宗门弟子？晚辈江离，来自野狼佣兵队。野狼佣兵队？数月前，野狼佣兵队就已全军覆没，你怎么会活着？
容在下说明。此事我回去查证。多亏霍林准备的这层皮天衣无缝，不然估计很难蒙骗这家伙。安宗主，此子不如就拜入你门下如何？王阳副宗主向来爱财如命，今日竟会拱手相让。外界我不敢妄言，但在北域中，他的阳气之盛独步天下。若是他能助你修行，你极有可能突破，成为继我宗开山祖师后第2个元婴大能。我总感觉这年轻人有些熟悉，让我想起了那日。若不是他，我想破开金丹桎梏，怕是还需要20年之久。莫非真是上天有意安排？安宗主，安峰主，意下如何？先在内门磨练5个月，再入我月华峰。安宗主竟然收徒了，亲传弟子，去月华峰啊！与安宗主孤男寡女，这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。亲传弟子吗？这倒是有些意外啊。众弟子列队，跟我来。我宗外门弟子虽多，但常驻峰上的不过半数。多数弟子都会选择四处游历，或者开采灵脉等等。就是这里了，在此修行1日可抵外界5日之功。如此浓厚的灵气，与之杂役峰真是天壤之别。长老，咱们妙玉宗有多少内门弟子？满打满算200人吧。才200人吗？江离呀，江离，能够筑基的修士到哪儿不是人中龙凤？1000余外门弟子穷尽一生，能有几个筑基？修真之路远比你想象的艰难得多。修仙之路残忍无情，大道争锋，达者为尊。怎么了，长老？糟了，老夫忘了一件要事。按照门内规矩，没有新人晋升，老弟子都会集合前来洗礼。洗礼咋了？接风洗尘吗？就是每人抽你一鞭子，这是宗门的老传统了，意在提醒新人时刻不忘修行。走吧，老夫带你抄小路。哦，这就是那个破例入内门的家伙呀！看上去年纪不小，怎么是个练气期呀？该不会安宗主就好这口小白脸吧？您老的任务完成了，可以走了。给师弟洗礼的事情就不劳烦您费心了。韩仲，江离与其他弟子不同，他是安宗主钦点的亲传弟子，你行事可要按住他。你们，王长老，我自有分寸。江离啊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进了内门，这一关都是要过的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就是走个流程而已。堂堂大将军我走了，但告诉我住在哪里啊？什么狗屁野路长老！说你是小白领啊，你这年纪也不小了。真是不知道安宗主看上你哪一点了。这货怎么对我敌意这么明显？不对劲，难不成是安澜的舔狗？哼！这位师兄，安宗主为何收我做亲传弟子？这您得去问安宗主，问不着我。哦，安师兄，给这货点教训，这货挑衅你。小子，我看你真得被师兄好好教训教训了。你这新来的怎么跟韩师兄说话呢？还不道歉？这小丫头是怕我受苦吧？哼，我早早就发过誓了，从今以后再不对任何人低头了。小辈，给你长长教训。这怎么可能？师兄，多谢留手。这小子是在挑衅我。我韩仲什么身份？轮得到他一个新人在我面前狂傲？看什么看？我抽完了，到你们了。记得多多关照下小师弟。
好，好，好，这仇我早晚会10倍、100倍关照回来的。诸位师兄，他是新来的，而且还只是个炼气境，有必要用这么大力气吗？哎呦，霍灵啊，你该不会是又想要收个炉鼎吧？陈娇，那天天虎城见到的骚浪女子，她也内门了。我记得你上次收的那个半死不活的老炉鼎，可是给外门六长老添了不少麻烦呢。听说100多岁，长得挺漂亮的，口味真不一般。你有怪病？怎么，现在又看上这个新来的了？你口味还蛮独特的嘛，这个哪里残疾啊？这位师姐，背后议论同门，似乎有违门规吧？需不需要我叫个长老过来问问？师弟啊，师姐也是为了你好。听说你阳气很足，可要小心点了，别被某些人给半路迷晕了。贱人，看我不撕烂了你的嘴！你想打我？哼，打的就是你，让你嘴贱，我早就想打你了。贱人，你找死！够了！内门禁止私斗，你们2个是想被逐出师门吗？霍灵，你给老娘等着！哼，行啊，我等着，让你老相好的来给你报仇便是。我在前方800米处的林子里等你。啊，这死丫头藏哪儿去了？恭喜啊，成为安宗主的亲传弟子，日后可要仰仗一下江兄了。别人调侃我也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跟着起哄？那个韩仲是内门大弟子，他二叔是妙玉宗3大副宗主之一的韩全。哦，怪不得黄长老就这么走了，原来如此。他好像对我敌意很大，我招惹过他？唉，那个韩仲10年前曾是安宗主的精明弟子，几乎就是亲传弟子的待遇，只是后来犯了大错，被逐出了月华峰。什么？他是安宗主的徒弟？什么？他是安宗主的徒弟？他犯了什么大错？听说韩仲对安宗主怀有不轨之心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是嫉妒我注定要成为安澜的双修对象。那，就是这里了。嚯，不错，确实是修行的好地方，比杂役峰不知好了多少倍。5个月后，你就要前往月华峰了，以后可别忘了我这个老熟人。我怎么听出好大一股酸味儿啊？哼，你是我江离的女人。你好像有点自恋。说正经的，之前我就在黑市见过陈娇，那时候她才炼气9重天，怎么不到1个月就筑基了？这贱人不知道勾搭了多少男人，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快筑基？这一次他伺候了诸葛丹师整整半年多，换来了筑基丹，不然就凭他那点资质，筑基丹？哼，即使他成功筑基又能怎样？日后潜力上已经远不如你。废话，我可是天才少女，就那个贱女人也想和我比，而且我和你和我什么？没什么。每个月月初可以去找长老院领利钱，藏书阁可以随时翻阅，不过没有原本，里面也有一些法宝，不过价格不低。还有，我的院子就在你隔壁，平日我都在院内修行，有不懂的找我，仅限白天。我这张破嘴，看来想和这丫头交往还是挤不来啊。八臂拳已经是大成境界，对付炼气9重不在话下。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试下筑基。
苦修数日，这功法我又进一步。群教，我发誓要将你踩在脚下，我要让你感受到我的痛苦。什么情况？出来！没动静，或许只是夜风作祟。不好！哼！好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什么人？为何擅闯我的庭院？这什么东西？起！这雪铁如泥的天青剑，竟然连这铁疙瘩的皮都没擦破！召唤起！舒服。刀声，护林院子里传来的，不好，出事了！打斗声如此激烈，怎么回事？糟了，深更半夜的，他在这里干嘛？陈教这娘们在，准没好事。霍灵，这副长剑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？霍灵，出什么事了？他是谁？不知道，我从没见过他。你快去我房间把墙上的玉石打碎，把阁里的长老召唤来。快去，我拖住他！不行，先救霍灵。麻痹拳！暂时倒下了，我们快走。江离，糟了，钢甲师是万师冢的人。万师冢是我妙玉宗的忌讳，也是宗门禁地，里面走出的修士向来不人不鬼，极难对付。先别管这些，你去碎石头，我来拖住他。麻痹拳！